各位好，我是 Spike，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加拿大的节日，叫真相与和解日。这不是因为刚刚过这个节日嘛，9月30号跟这个国内的国庆节基本上离得很近，所以呢，在大家国庆出去游玩之前，我呢也趁着这3天的假期，因为周末加这1天的节日啊，然后到周边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徒步。那我相信稍后我也会放出一些小的短片给大家看一下我徒步时候去拍摄的一些样片吧。本来没想聊这个节日，想做这期节目的初衷是因为我自己看了最近王菊的关于宋彬彬的那期节目啊，所以我也想从我自己来加拿大生活1年的时间，对于加拿大的这个真相与和解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理解和我了解到的一些信息。首先呢，想跟大家先看一下它的这个节日的全称啊，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我就简单粗暴的认为这是儿童节，因为孩子放假1天。然后等到前2天的时候呢，我还一直在说，我写了一篇帖子，我觉得那个帖子写的挺不错的，就关于这个节日出去玩，还有秋天的一些事情。大家没看过的话，可以翻一翻啊，翻到我的帖子去看一看。我写那个帖子的时候，我还是用的是国庆节，因为它是用 National Day 开头的。因为大家知道 iPhone 的日历是可以去订阅世界各国的节日的嘛。那既然到了这一天，我一看我的日历上面写的是 National Day， 然后后面就是点点点，因为太长了写不下了，那我就想这是不是国庆节呀？然后我去说出来的时候，我老婆就说这不是国庆节，这是真理与和解日。哦，那我才开始去真正的去看这个节日的名字到底是啥意思。但其实那个时候也没太理解，自从昨天我看了王菊的那期节目，我才明白，哎，这不就是他说的那个真理与和解吗？啊，所以它的全称是什么呢？我也打在屏幕上啊。它的全称挺复杂的，我尝试的用英文念给大家听一听啊，叫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啊，就是这个国家日，就是它要反正就是真相与和解国家日。其实你不能翻译成国家日，应该翻译成全国的真相与和解日，应该这么去理解。因为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联邦制的国家，你生活在哪一个州或者生活在哪一个省，它是有蛮大的不同的，有点类似于出国的感觉啊。因为我也是换过省搬了1次家嘛，就真的像出国，像你的什么驾照啊、身份证啊都得重新办的。那这个节日也是一样，它就分为这个州的节日或者省的节日，还有这个国家的节日。那像这个是用 national 开头，应该我理解啊，它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国家的节日，每个省都会过的。然后这个每个省都会过的节日叫什么呢？叫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就是真相与和解日。这个是这么去理解这个题目啊。那真相与和解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看过王菊的节目，我就更好理解了。他就是先要去了解真相，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和解。而我自己理解的这个和解，就是对过去的一些错误的反思，以及让我们之后的人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那加拿大的历史上，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至于在今天去定义了一个叫做真相与和解日呢？其实这个呢，要从早期加拿大刚刚移民到这片土地上开始讲起。据说就是最早的那一批移民，应该是从欧洲过来的，那些移民嘛，最早来到加拿大。那跟美国一样，其实会跟加拿大的本地居民你也可以理解成土著或者叫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词会不会有一些贬义啊？如果有的话，我其实本身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只是说我不确定应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去形容他们嘛。就是你可以理解成
说本地人也不太对，就是原居民啊、原住民，对，现在他们是这么叫的，叫原住民，跟加拿大的原住民就会产生一些冲突。那个时候呢，其实发生过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啊，那有很多我知道的是有一些妇女会不知道为什么就失踪了，然后有一些孩子呢也是我其实了解到信息还是比较片面，但仅我知道的里面是说，当时的那个殖民者他们会强迫孩子去跟自己的父母分开，就是让他们去到一个学校或者叫集中营，但我觉得不像集中营那么的惨吧，但是也挺惨的，就是可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强迫他们跟父母离开，然后让孩子去参加一个什么集中的就教育或者培训或者怎么样子，然后以至于到后来这些孩子都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父母啊等等。这个之前刚来的时候，我老婆还去听过一次讲座，就是专门请的研究原住民的一些研究者吧，来去分享一些原住民的经历、这些历史还有故事，然后也让大家理解为什么现在在加拿大对于原住民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福利待遇，比如说原住民有更多的社会福利，原住民的孩子可以有更好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吧，就是现在一般普通的孩子上学都要自己准备午餐的，但是如果你是原住民的孩子呢，可能就是学校会为你准备好午餐，你就不用再去准备。包括像这个校车接送，对于原住民的孩子也是有比较多的照顾，比如可以到你家门口去接，而不是在一个校车停靠站去接，就等等啊。这个我了解的不多，但是大家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就是由于之前在加拿大建国之初，或者是建国之前，第一批的殖民者对原住民有了一些非常不好的做法，然后后来在建国之后呢，就是有些人要去探查这个真相嘛，先去真实的面对这些真相，面对真相了之后，然后再出台一些政策来去进行和解。其实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和解也不是特别的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种历史遗留性问题，我觉得要想真正的和解，其实蛮难的。这么来说吧，在北美地区，我觉得都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叫流浪汉。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浪汉呢？我觉得这边的流浪汉和原来大家记不记得早年就是深圳好像有一些叫什么，就是躺平，最早发明躺平的这个词，躺平青年，就是他们也就是每天也不上班，也不去干什么事情，就是在一个很简陋的破屋子里面住着，没钱了就去打个几个小时的零工，只要够今天吃，然后就可以了，就是这种。那流浪汉呢，可能在这边更流浪汉一点，就是他甚至都不用去打工，他也没有自己的住所，他就是在任何这个公园的长椅上啊，或者是桥洞底下啊，就睡一晚上，然后白天起来也就是捡垃圾啊这种，然后他们因为压根儿就不用去工作也能活得很好。为什么？因为这边的社会福利比较完善，那些福利站其实每到一定的时间就会有免费的餐食你可以去拿，然后你还可以去免费的领取很多的这种生活用品啊，这种包装食品啊、罐头食品啊等等都可以免费的去领，只要你有个身份证就可以。这个不仅是流浪汉可以，就是任何人只要你有这个身份证，本地的身份证，你就可以去领这些救济类的食品，也不会去查你到底是不是有必要啊。所以这边的流浪汉其实可以流浪的更彻底一点。那流浪汉其实大部分来自于原住民，而原住民的小孩子还有原住民聚集的那个区域，其实都是可能各位在租房买房子的时候就不太愿意去选择那个区域，就是俗称那边比较乱。原因是因为原住民他由于就普遍的理解吧，是由于社会福利比较好，那由于社会福利非常偏袒他们，比如说他们生孩子拿到的这个抚养金就会比普通的人多一些，可能还多蛮多的。所以就是
生孩子对他们来讲绝对是赚钱的一个好事儿。然后你生下来孩子，其实说白了，你真的不想养，政府也会管你。就我了解到一个原住民的这个家庭的孩子，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会被安排到一个义工家里去住，可能因为他的爸爸或者他的直接监护人有可能是被暂时的关押起来了，或者是就类似于这样，比如说那个吸毒啊，什么身体不允许，就你们了解到的像那种电影里面的那种场景。然后他就跟那个义工住一段时间，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得知啊，他的监护人回到家里了，他可以回去了，他不用跟义工住了。然后在我知道这个消息的之后，我就会想，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到底是跟那个义工多住一段时间，就是他跟义工住的时候，他会对这个孩子比较好呢，还是跟他的法定监护人一起住的时候，就对这个孩子比较好呢？其实如果你经常看一些欧美的这种电影电视，特别是电视剧作品，因为电影比较紧凑嘛，就是很多人说捞干的，但是电视剧呢就会有一些水分，那既然有水分，它就会演到一些真实的生活当中的场景，其实是更能够体现这边社会的一些状况的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因为福利比较好，他其实如果但凡自己不想去努力去工作去付出的话，他什么都不干，其实他也能活好这一生。因为你看病也不要钱，然后你吃东西也不要钱。如果你有一个住的地方呢，那基本上你就躺平就可以了。没有住的地方还有躺平的呢。那这个时候生孩子呢又给你钱，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就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可能连自己的生活都活得不是很好，就类似于我们说的那社会底层吧。那对于孩子的教育更无从谈起。那等到他们的孩子在长大以后，那也属于原住民，他们的孩子也会有这些多出来的福利，然后他们的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教育他们的孩子。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原生家庭代代相传的这种模式，这种感觉。所以其实要想走出这个困境，其实我觉得蛮难的。所以应该有两方面的讨论的声音，一方面是说要多给原住民一些帮助，多给他们一些福利，另一方面就会觉得给他们更多的福利反而是可能说害了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两种声音都有对有错，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当年原住民受过的苦，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这个应该不难搜索到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些原住民他们受过的苦，受过的这个摧残，远远比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那一点点应该是要多得多，因为我并不是太了解。那我只是泛的从面上面去知道这些东西。那穿橙色的衣服其实就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纪念吧，就是要提醒大家之前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那我还记得当时我老婆参加的那个 workshop 说到的这个研究原住民的学者，他就说他基本上每到周三还是周几就会穿着这个橙色的衣服。他说如果是一个原住民，他看到你穿这个橙色的衣服，其实他就会明白你是支持他们的，那这个就会让他们觉得更加的好一点，暖心一点吧，就是这种。所以我还是比较支持像这位研究原住民的学者的这个观点的。对于政策上的偏向跟福利到底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目前以我的能力，我还没有资格或者不配去想这个问题，更别说跟大家去聊我的一些观点了。但是除了这些大的政策之外，我们下放到日常的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看待原住民？就是比如说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流浪汉，你的内心活动等等，这个是根据你的认知的不同会发生变化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可能是我们眼中不是很有家教的那样的一个孩子，那他可能是原住民的孩子，但如果你不了解原住民的历史，
你不了解这一切背后的成因，你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看，哟，这个孩子怎么这样？你其实会被蒙住一只眼睛，你只是单方面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我觉得从国家层面，它能够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节日，并且有做出实际的行动去探究真相，并且在所有的教育体系和整个的人民的生活当中都去提倡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历史，也有相关的研究人员在那边不断的跟大家做宣传。我觉得首先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一个我认为很好的起点。有了这种态度之后，你再去讨论说到底是应该给他们的福利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这种讨论才变得有意义。因为你不管是给他多一点还是给他少一点，我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改正我的错误，然后让整个的国家，不管你是原住民你还是移民过来的，让这都是大家都是一起的，我们一起去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团体、这个社会和这个国家做得更好。那这种承认和这种改正的态度，我觉得是一切的开始。有了这个之后，其他的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只要你的这个初衷是好的，那么至于在行使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到底偏向哪一个，其实那你今年这样可以明年那样嘛，你不对可以再改嘛，是不是？但是最终还是为了大家好。那在这个基础上，两方面的讨论我觉得也都是有意义的，并且值得提倡的。我还记得这个节日当中比较凸显的就是妇女和儿童受到的迫害，特别是儿童。当时刚来这里，因为我们当时是8月份到加拿大，然后9月份正好是我的这个一个孩子上小学1年级，其实我的这个焦点也比较关注在他那里，然后就发现刚上学1个月还不到，然后就拿回家一些手工作品，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但拿回家这些手工作品，然后他还会在学校组织这样的手工活动。就比如说让我自己看了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一系列的事情，其实是当我刚刚落地异国他乡的时候，应该是不是第一次也是第二次吧，让我能够真正的眼泪掉下来的事情。就是当我路过我这个孩子的学校的时候，他在他的这个操场的围墙上面，这个围墙说是墙就是铁丝网，也不是全封闭的，该开门的时候都开门，也没有真正的门，就是一个豁口，随便都能进的这学校。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手工，然后把这些手工呢贴在他们这个学校的这个墙上面一大排。所以在这个节日当天，如果你走过这个学校的旁边或者开车路过的话，你非常明显能看到这个学校一面墙贴的都是橙色的小衣服，然后上面写着每一个孩子都是重要的，都是需要被关照的大概是这么翻译吧。我还有一张照片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是当时我拍下的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它英文叫 Every child matters。这个不能再说多，再说多可能又要这个情绪失控了。所以今天呢，就是花一点时间也跟大家聊一聊北美的生活，正好借由这个机会，我不是故意的要蹭热点啊，只不过这也是我最近自己的一个反思的结果，你也真正明白了这个真相与和解它背后的意义。那也想录一期节目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如果你喜欢的话。好，那今天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